陶醉是别样的苦。一旦认识了谁，你就会不停地遇上谁。玉央和楚天就是这样，他们总是碰到，老是碰到，有时候是食堂，有时候换成了操场，图书馆就更不用说了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路上。虽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，但在玉央的这一头，因为不停的遇见，慢慢的就有了感人肺腑的一面了，成了秘密，很深的藏在心底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全部都是储藏秘密的好手，她们把秘密码得十分的整齐，分门别类，藏在一个密不宣人的角落里头，还带上了心有灵犀的温馨，就好像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校园里的空间突然变得浓缩起来，小小的，好像只有楚天和玉央两个。校园生活从此便有了袖珍的一面，可以把玩的色彩。比方说，玉央走路走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了预感，会遇上楚天的吧？一拐弯或者一回头，楚天果然就在他的跟前。最极端的例子也有一次玉央在宿舍里头好好的，心里又乱了，突然想出去走走，目的不言而喻了。刚下楼走了10来步，遇上了。虽然楚天并没有看他，但是玉央还是差一点被自己击垮了。是的，是击垮了，可以说催人泪下。玉央认定了老天爷其实站在他的这一边，暗地里帮了他，要不然哪里会有这样的巧？楚天不看他，肯定是故意的，反过来说明了楚天的心思，他的心里装着他。玉央知道自己并不出众，可楚天是诗人，诗人的眼光总是独特的，难以用平常的目光去衡量。玉央想，楚天这样对待自己，只能说明人家不俗。每一次见面都可以用幸福去形容，事实上也是，那是玉央无比幸福的时刻，甚至还可以用陶醉去形容。不过陶醉是一个无比恶毒的东西，专门和你对着干。陶醉是那样的短暂，经不起3步2步，稍纵即逝，而不陶醉的时候又是那样的漫长，无边无际，你会格外的思念，像上了瘾，渴望再来一次。所以陶醉总是空的，它是一种纠缠萦绕，无休无止，它伴随着失落伤怀，遥遥无期的等待与守候。从根本上说，陶醉其实是别样的苦，是迟钝的折磨。但是玉央并没有被挫败，他有耐心，甚至有些高亢。玉央的心里到底装了一些什么呢？玉央问过自己，玉央花了很长的时间，终于弄明白了，是怜爱。楚天的模样，他的草鸡毛一样的头发，他的孤寂，他锁着的眉头，他走路的样子，都那样的引人注目，需要一个人去怜爱他，好好的疼着他。玉央想，这个人只能是自己了。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，有可能伤及楚天，玉央一定会扑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楚天，挡住那块石头。只要楚天好好的，玉央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在所不惜。这样的心思，要是能够让楚天知道就好了。玉央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这样大的胆量，不仅轻浮，可以说下作了，胆子也太大了也，怎么敢的呢？这一天的傍晚，玉央的眼睛一直在跟踪楚天。楚天后来走进了图书馆，玉央在门口徘徊了片刻，进去了。楚天已经在阅览室的长椅上坐下来了，正在阅读。玉央一屁股坐在了楚天的身边，拿出书，做出认真的样子来。玉央到底阅读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玉央和楚天坐在一起，肩并着肩。
由于是图书馆，外人一点都看不出什么异样来的。玉央耷拉着眼皮，努力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，但是玉央的脸一直红着，这是玉央对自己极为不满的地方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句废话是谁说的？对于心中有爱的人来说，脸上的皮肤才是心灵的窗户呢。窗户红彤彤的，像贴了大红的喜字，还有什么能瞒得住？瞒不住的。玉央干咳了一声，楚天侧过头来。玉央知道楚天肯定侧过头来了。楚天的这一个侧头，顿时改变了玉央身心的基本局面。他的心咯噔了一下，沉下去了，向着幽暗和难以言说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滑落，而身体却有点古怪，反而轻了，往上飘。阅览室里的空气稠密了起来，灯光却是潮湿的，有了抚摸和拍打的动势。玉央突然想哭了，并不是悲伤，一点悲伤都没有，就是想哭，把自己哭散了，才能够说明自己的问题。稍稍调整了一会儿，玉央从书包里取出了笔记本，这本硬面钞还是玉央新买的。玉央打开来，用工整的楷体把楚天发表在橱窗里的诗句写在了第一页上。你129是火炬，你129是号角，你是嘹亮，你是燃烧。写完了，打上破折号，在破折号的后面写上了高红海这3个字。这一来，高红海这3个字就有了高尔基、莎士比亚或者巴尔扎克的意思了。玉央吃不准是红还是红，想了想，还是红，毕竟是男生，不会是红吧。把这一切都做妥当了，玉央在笔记本的扉页的右下角写上了自己的姓名，想了想，又注明了823班412宿舍。玉央以为自己会慌，却没有，出奇的镇静。玉央板着脸，把笔记本往外推了推，站起身出去了。玉央走出图书馆大门的时候，那一阵猛烈的心慌才扩散开来，一直扩散到手指的末梢。玉央现在反正也管不住他了，随他去吧。楚天把玉央的笔记本还给玉央，已经是2天之后了，依然是在图书馆。楚天没有躲躲藏藏的，直接走到玉央的跟前，把玉央的笔记本放在了玉央的面前。没有人注意到玉央的这一边发生了什么。玉央打开笔记本，上头有楚天的亲笔签名。原来还是错了，是红，不是红。玉央慌忙合上，心里头一道神秘的门却被撞开了，涌进来许多东西。这些东西蛮不讲理，眨眼的功夫已经是汪洋一片了。玉央害怕了，紧张的近乎晕厥。我这是恋爱了，玉央想，我这一定是恋爱了。